何方高人在此？你是欧阳飞天啊？此乃清净之地，不可造次。你身上杀气这么重，还说清净？阁下是修仙者，堂堂修仙者也要插手世俗争斗吗？是哪家请仙师前来？在下愿出双倍价格，请仙师高抬贵手。谈价？我调查过了，你平时啊作恶多端，还想换回一条命不成啊？仙师又何苦为难我这俗人？我也曾多次派人去太南山谷寻访，却未曾寻得仙踪。今日得见仙缘，此事要与仙师好好结交一番。太南山谷？正是。自古以来，太南山谷就是仙人集会之所。传说在100年之前，还有人在那儿被仙家收入门下。仙师，请看，这就是太南山谷地图。若仙师想要，在下愿双手奉上。太南山谷，好像在哪听过。那儿会有其他修仙者吗？看来仙师对此不感兴趣，那不要也罢。在此间事了，就去太南山谷看看。娘亲，欧阳飞天，有消息了。怎么了？死了，这么快吗？娘亲，这怎么可？他回来了。啊，这么快！只有他每天在那侍弄药草，看来莫大夫的医术都传给了这个小哑巴。事办成了，暖阳宝玉，拿了吧。确实是独霸山庄欧阳家的传家玉佩。唉，几位什么意思？想翻脸不认账啊？没有，只是事发突然，我们都没做好准备。准备什么？之前说好了，帮你办完事儿就把宝玉给我，这要准备多久啊10天。10天？我们原本推算，你和欧阳飞天至少要打10天。这10天是我们计划收割
独霸山庄势力的关键。谁知道你1个时辰就杀了他？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。你这也太快了！你们要我杀欧阳飞天，也没规定几天啊。再说了，你们发过誓的。对，我们是发过誓，我们是要你解决欧阳飞天这个大麻烦，就把暖阳宝玉送给你。可现在呢，这算哪门子解决呀？对呀，这旧麻烦走了，新麻烦又来了。欧阳飞天一死，不光京郊会，这整个家园城都会大乱。我还收到风声，五色门今夜就会有动作。五色门？对，今夜对。那要是五色门的人接管独霸山庄，那我们几个还有命活吗？哎呦，这个怎么办呢？看来你不光杀了老爷，还要害死墨家满门呢。哎呀，我们这些孤儿寡母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对呀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看你们是想赖账。我没想赖账。那怎么才能把宝玉给我？你留下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行啊？这暖阳宝玉啊，是我墨家的传家之宝。哎，我们可商量好了，我们家3个姑娘都嫁给你。哎，暖阳宝玉那可就是陪嫁了。都是你的了，全都是我还要去修仙呢。我们女儿那可是家园城的墨家三娇。我跟你说，多少人想高攀都高攀不上啊！你这一举多得，你知道吗？暖阳宝玉也不是好歹的，太有兵器了，你这一举两得呀！停！说完了吧？我来说，我不可能留下，你们换个条件。家园城还有恶人，好像很少现身在世俗之中。他们平时都在哪儿？太南山谷真的有修仙者吗？我也想看看他们眼中的风景。家园城以南百里的山谷，终年被云雾笼罩。这图上的太南山谷，应该就是此处了。拿。江夏万小山，到底怎么称呼？韩立。哦，原来是韩兄啊！我看你孤身一人，想必也是想到太南山谷的散修吧？不是这样，咱们结伴而行。结伴？啊？你不会是迷路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韩兄，你可别看不起我。虽然呢，我这修为不高，但是太南山谷这点门道，我可是早就摸清楚了。那行，一起走吧，你带路。嗯，走。你刚说的散修是什么啊？就是像你我这样，既不是偃月宗之类的气派弟子，也不属于燕家堡那样的修仙世家，总是独自修行，这就是散修了。这人似乎知道不少修仙里的门道，或许可以问出点什么。万兄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破除眼前的迷雾啊？一看韩兄就是才成为修仙者不久吧？这迷雾屏障啊，每10年才开启一次，进不去，证明这时机还没到呢。来个果子。之前听人说，仙人不食五谷，餐风饮露吃石头，看来也不是真的呀。那个呀，是真仙人。你我这样的呢，只能叫做修士。真仙人呢，能与天地同岁。与天地同岁，难怪莫大夫拼了命的想要修仙。但是以咱俩目前这修为啊，充其量也就活个100年吧。100年不错了。开了！喂，万兄，万兄，快进来！
寒冰剑来了解一下，寒冰剑叫高飞葫芦，只要30尺，看一下啊。万兄，这就是太南小会，太南山谷的活动呢要持续3天，咱们运气好，正好赶上开市。到了20块。来看一下。倒酒。哎，百年铁剑蛇哎，这我金牛万物之一呀。寒冰剑喽，最后的寒冰剑，只要20块零食。来，连活，要不要？来看一下，来看。哎，小哥哥，来看看我们的宝贝。高飞葫芦，高飞葫芦只要3零食。嗨，这些都是寻常货物，没什么用。这还寻常？道友，看看葫芦吧。这些是要拿零食换的，你有吗？再说了，价格可不公道。零食是修仙界的通用货币。走吧，韩兄。这灵石啊，顾名思义就是充满灵气的矿石。好的灵石呢，通体透亮，能直接当照明法器使用。已经很公道了。我的这块虽然次了点，但是用作给法阵充能，或者是用作武斗后修复灵力，那也是够格的。回去告诉野狼帮上下，休想再踏入我七玄门1步，否则这就是下场。师傅，您看这栀子花，这么肥大，要是用沸水煮过，再和干草末混合做成端木豆腐，可是上好的斋食啊！不仅草木可食啊，孩子，这天地间，岩石沙土，朝露晚霞，这一切通通可以服食啊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您给我的口诀。说来听听。致虚极，守静笃。或许就是因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得圆满，正是这样的不圆满，才会导致人空虚茫然。只要接受这样的空虚，反而会获得内心中的平静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以后只许采药，所有书籍一律不许再看了。为什么？这几个月修炼速度太慢，要不专心修炼，所有其他的事情一律与你无关。什么书啊！他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咱们还怎么控制他？你闭嘴！要不是我用医术吊着他，他会安安分分的守在这谷中，给我好好的修炼吗？你这狗屁闲人，就知道啰里啰嗦的扯。要是闲的话，倒是丁晴的孩子啊！师傅把书都拿走了，都换成了药。师傅为何如此喜怒无常，就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以后得小心点儿，不能再把内心想法侵蚀了。那口诀修到第2层以来，
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这是什么？这小绿瓶怎么亮了？这东西竟然能吸收月光！看来我的假设是正确的。封闭的门窗阻碍瓶子对光丝的吸引，只有在广阔无遮拦的地方，瓶子吸引光丝的能力才更好，所形成的光团才会更大。虽然不知道这些光丝从哪里而来，瓶子吸入这小光点又有什么用？但这距离揭开谜底，应该是近了一大步。只是为何还是不能打开呢？不是约的寅时3刻吗？哎呀，今日那丽妃与巡夜，能跑出来就不错了。野狼帮的人和七玄门的弟子，那批货的消息打得到了吗？自然，这可是要给秦王府送的生产贺礼。他居然和野狼帮勾结，出卖七玄门，我得赶紧去报信。3日后就出发，这回能接到多少？是。你先回去吧，别让人看见你和我在一起。我去。哼，不会武功还挺能跑。师傅，让你在谷里好好练功，为什么在这跟人家动起手来了？师傅，徒儿昨晚睡不着，去林子练功，无意中听到他和野狼帮的人勾结，出卖我七玄门。什么七玄门是什么野狼帮啊？人家凡夫俗子斗来斗去，干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的命比整个七玄门还贵重啊？为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他真的是奸细啊！为师的话你没有听见是吧？回去练功，尽快给我修到第3层。你们这些混小子从来没把老夫看在眼里啊！以为我怎么样行将就木，又聋又瞎呀？你们知道他的命是谁的？除了我，谁也别想动他一根小指头。韩立，出事了！有个七玄门弟子从山上掉下来了。师傅杀的。是。师傅，不会吧？师傅杀人了！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他为何从不在我们面前展示？
是刻意隐瞒吗？还是……你这么心绪不宁，还怎么安心修炼？你最近太懈怠了。风大雨大，早点睡吧。等天晴了，我会下山给你找药。局长，我会一直看着你的。他们跟你说他下山吗？下山？他跟我要了10两银子，说要下山一趟。不可能，他去哪都会跟我说的。为师才刚刚跟你坦白一切，干嘛还要再骗你啊？张铁他不会不辞而别。就算他下山了，你也一定知道他的去向吧？你要是不说，我下山找他去。不愧是第3层啊，居然能看到我的动作，看来老夫的药材没有白费啊。为师只是想替你把脉啊。来，好徒儿，为师想跟你说说话，好吗？来，武松这些年想家吗？你还曾经跟我提过想念青牛镇的小妹。师傅，其实您不必绕这么大的弯子，您只要说一句“韩立，我需要你帮我”，这就行了。我韩立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也懂得知恩图报。您为何还要如此相逼啊？老夫知道你很聪明、缜密、极难驾驭，可是羁绊太多，而这个羁绊就是你我最大的弱点。不让你见张铁，便是因为如此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能救我性命，我保你一生的荣华富贵。咱们就赌赌看吧，看是老夫先入土，还是你所珍视的那一切。好，1年之后练到第4层，帮你解毒。您告诉我张铁的下落，还有，您带回来药草不多了，我需要更多。你只管专心修炼，药草的事情，老夫会下山为你解决。慢。把这个给吃了。你也不问一问这是什么？何必要问？明年今日，
希望您记得今天的承诺。如我所料，所有的师徒情分都在那一天戛然而止，不复从前。事到如今，莫大夫也放下了所有的顾忌，时常出谷去采药。只是每次回来时，生机都又减了几分。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又或者说，事实本就如此。之前的这几年闲暇惬意，反而像是假的。我试了很多方法，都解不掉他下的毒。看来只有修到第4层才行了。可是，这又谈何容易啊！张铁，不管你在哪儿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话说这小绿瓶，也有段时间没动静了。这是昨夜吸收月光凝聚成的。这东西能喝吗？不好，是莫大夫养的鸟。修炼呢，修炼呢，别看了。还不快走！哪来的兔子？怎么还不快走？炸开了，是那只兔子。啊！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这是毒药吧？
怎么长得这么快？是这碗水吗？之前的稀释的都有此效果，再来试试原液。这是一颗普通的山参，一下子就有数百年的年份了。这灵液恐怕是和那几碗的异变有关。动物喝了无法承受，不过用它来催出这些药材，却刚刚好。不过这灵液有限，还必须得吸收夜晚的月光才行。以后啊，还是要和上次试验一样，用水稀释一下，而且要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大量配置，大量炼丹，大量吃药。这怕是我翻盘的关键了。你看到他了吗？他在练功啊。那就好。看来他认命了。这些灵草灵植，培育到200-300年的年份就够了。照着书中的丹方来制丹，
吃都吃不完。做了这么多，应该够吧？黄龙丹增强功力，金髓丸脱胎换骨，一起吃，药力惊人。今晚会被这药力给撑爆的，得快些运功突破。这就是第4层吗？到了第4层，才能体会到这无名口诀的妙处，既能感知天地万物的气息。不行，仅仅感知还远远不够。不够，还是不够。仅凭感知，还不足以与莫大夫抗衡。我必须更强。还是第9等了。师兄，你好快啊！不还是你先到的吗？哦，这本《狂蟒记》太刚猛了，不太适合我。有没有稍微轻柔小巧一点的功法？有倒是有。韩师弟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若有人想伤你，你告诉我，我绝不让他欺负你。谁也不能帮谁一辈子吧。你学医，你师傅没教过你，对付坏人，应该用毒才是啊。你说的对啊，这也是个办法。啊，不过制敌的手段总是不嫌多的。
说吧，你想练什么？快捷的身法，暗器的手法，还有不用真气就可以克敌制胜的绝招，比如罗烟步。罗烟步，原来你小子想学我的绝招。你就说你教不教吧。你不要以为我用得好就以为这功法很简单，我可是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才勉强把它吃透。我的时间确实不多，不过还是想请厉师兄赐教。看来不给你使上几招，你小子是不会死心了。瞧好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可不会天真的认为，修到第4层，给莫大夫治了病，他就会放过我。关键时刻，还是得有自保之力才行。你呢？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叫于子彤，来自修仙世家。修仙者，还是个有背景的。听懂了。如果阁下能再帮我找一具肉身夺舍重修，我就将阁下推荐入我世家。他说什么你都别相信，速速杀了他。元神这把毒，就用之前你来对付老夫那玩意儿。在修仙界，有大家族做后盾，必定事半功倍。说。同样的话，你也跟莫大夫说过吧？那个凡夫俗子，怎能配跟咱们相提并论呢？啊？也是。不过他托我给你带样东西。出来呀！出来！哎呦，大胖瓜！放我出去！你要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快点放我出去！你和莫大夫之间是怎么回事？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只想好好活着。我不害人，别人也休想害我。
没有莫大夫的命令，这家伙果然是一动不动啊。这里应该是你喜欢的地方，不会有人打扰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师父，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吧。啊！老家伙，到死都不放过我。韩立徒弟，当你见到这封信，意味着老夫输了，你赢了，恭喜你。夺舍一事，实属无奈。时也，命也。老夫既生死，便不谈谁对谁不对的大道理，徒增笑耳。至于你所中的魔影手之毒，为是给你留了些解药，足够压制数月了。但想要根治，只有用我家传的暖阳宝玉。韩烈。莫某一生行事，从不向人解释，成王败寇自有天定。然而我妻女与此事无关，相信你能做出自己的判断。你不是一直问我张铁去哪儿了吗？可惜这世间再无张铁了。我本不想杀他。可他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为师只得以他身躯炼制一具无魂无魄之魁，名为铁弩。此人魁心神尽灭，闻灵则动，龙血欲灭，人魁可遇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血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故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。二愣子该走了。女王，俺有病，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。二愣子，要不你穿吧，你穿好看，你2件换着穿。时过境迁，世间魂魄，一曲终了。以后就叫你去混吧。回首已在山巅，遗忘了世间是昨天，是明天。在明
莫大夫还真有不少秘籍。外面世道险恶，我得在离开神手谷之前，多学些法术傍身。长春宫，原来这便是那口诀的名字。怎么只有一半啊？隔空挪物，未知控物术。天眼术，则是一种能够观察人体内法力深厚程度的法术。当初那于子彤就是凭借此术，才能一眼看出我是第6层的吧。不过，其中最难练的，当属这火弹术。此术若能掌握得当，威力也是最为惊人的。81小乔山中，野狼帮居然能打到七玄门了。九魂，我们跑！被你们七玄门压制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！基业不能毁在我的手上，机关一开，山崩地裂。如若不想鱼死网破，不妨听我一言。王门主，你有何打算呢？停下机关再聊。九环，快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，韩立，好兄弟，就知道门派有难，你一定会来的。他们已经攻上来了。快去守护甲门！
鄙人，掌门王觉楚与贾天龙相约，以死期血斗相争，各出10人，生死勿论。齐玄门李占领，齐玄门刘冲，算我一个。外院堂李飞羽在此，谁愿跟我死战？真不想趟这头浑水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。唉，血气我就不签了，这价码我陪你打。你是大夫，打什么架？后退！小的们退下，我来。陆师傅来了，他们赢定了！陆师傅来了！贾天龙，可是要戏耍于我？狮子搏兔，一须全力。阁下小心了。修仙者。修为还不如我。我们有仙师助阵，没想到吧？师叔，有人胆敢放肆！蝼蚁，你在找死！不自量力！今天你们都得死！为啥宝贝不听使唤？修仙者。韩立，交给我吧。李师兄，这东西不错，我收下了。你是谁家子弟？你是谁家子弟？我乃秦岭叶家子弟，途经此地前往太南山谷，无意与人为敌。既然阁下在此，在下罢手就是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秦岭叶家的，倒有所耳闻。你又为何出手啊？我只是收了此人供奉，破例出手，可没有得罪你啊。破例？咱们修仙者确实不该插手凡间世俗之事，可在下也是无奈啊。既然你知错了，这飞剑符呢，就还给你了。那就承道友美意，道友也别跟这些凡人蝼蚁搅在一起，免得染了晦气。这什么宝贝？居然连火丹术都烧不坏！
贾帮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位仙师，有话好说。在下与仙师无冤无仇，如果能够放过在下，在下愿意千金相谢啊！你平素杀人如芥，可想过会有今天？其他人也就罢了，只有你，我是断断不会放过的。你是自行了断，还是我帮你啊？野狼帮的弟兄们，杀！杀呀！杀呀！横竖都是个死案。仙师今日救齐玄门于危亡，王某感激不尽。不知仙师想要什么报偿啊？齐玄门副门主一职，纹银1000两，门内弟子长老皆听你号令。不过要待我100年之后，齐玄门才能归你，如何？掌门还是把埋伏在后面的人撤了吧。这些弟子可能是张长老吩咐的。仙师啊，王某绝对没有不恭敬的意思。身为掌门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。仙师有朝一日开宗立派，便能理解了。王掌门放心，齐玄门呢，我不会久留他。今日之后，我便会离开此地，远走他乡，永不再回。但在离开之前呢，我们双方要做一笔对对方都有好处的交易。那自然是没问题的。掌门还没听我的条件呢。仙师请讲。收丽妃以做关门弟子，并且让她当上万仞堂堂主之职。好。还有呢？她喜欢张长老的三闺女张秀儿。张长老嫌她出身贫寒，我据说不是个事儿。还有吗？我有个三叔，是个万门弟子。我呢，便是他带到齐玄门的。之后他要是有事儿，还望掌门多多包涵。好说。韩某呢，也不会让掌门白做的。这个是稀世真药养精丸，你留着，可在关键时候救你一命。仙师所说之事，王某全盘接受。韩立告辞。那天初见你，拥抱着满是欢喜，我们约好轨迹，朝那位置走去。可惜再相遇，相望却沉默。厉某打小就独来独往惯了，没想到竟然还能交到韩老弟这样的知己朋友。哥哥别的不敢说，论起打架来还从来没怕过谁。既然认了你做兄弟，若是有人敢欺负韩老弟，你就报出我的名字，厉飞羽。早晚有一天，我的名字会响彻天南大陆。厉飞羽，厉飞羽。你还会遇到坎坷，纵然寒风
这回是真的要走了。海丽，钓上一条鱼了！好大的鱼！来，生火去！6年了，物是人非，都不在了。记着为师的话，活着才最要紧。若是不敌呀，就赶紧跑。记上了吧？别忘了自己的根脚是个凡人。哪怕成了仙，也要活出点人的样子。想到你要去祸害那帮高高在上的仙人，老夫就想笑。您啊，就踏踏实实的去睡吧。凭什么只许仙家遨游天地？我等凡人就只能做井底之蛙。海丽，这世间许多好景色，你就替为师去看看吧。再见了，莫大夫。张帝，还有申寿谷。我走了，给你留的这些丹药，够治10年的。就算没有抽算完，你也会成为大家。不必担心我，你也珍重。相信终有一日，你的名字会响彻天南大陆。韩立，韩立，你给我记着，在厉匪鱼的名字响彻天南大陆之前，我不会死，你也不许死。冷若，能在长安城再次遇到你，真是太有缘分了。张夫人，好久不见了，家人可还好？都好。看你的衣衫，看你的气色，一定是嫁得一位如意郎君了吧？祖上保佑，梦生这些年仕途还算顺遂，难得他又一直待我那么好。梦生？莫非你指的是赵梦生？对呀。怎么，张夫人，你已经不记得梦生了？就是当年同你一起客居我家的那个赵梦生吗？是啊，就是他。怎么你不记得了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可是，冷若，当初你是怎么到我家的？你可还记得？当初梦生高中进士，我同他一同赶往长安，路上遇到了大雨，幸好被您还有张县令收留。您的这份恩情，我一直都记得啊。不错，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来长安了。冷若，你当真不记得赵梦生在来我家的第2天就突发疾病，死掉了吗？
死了？是啊。当初你为了此事还大病3天，寻死觅活，我好言相劝才将你救了下来。冷若，你怎么了？冷若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确定你的丈夫是赵默笙吗？夫人，主人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死了呢？这不对呀！当初我们明明是亲眼看着他下葬的呀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夫人，帮我整理一下衣冠吧。好。夫人，是不是心里有事啊？夫君多想了。你心里有没有事，我一眼便看得出来。你就不要再骗我了。莫非是？夫人有喜了？你又开玩笑了。时候不早了，还不快去？总之，夫人有什么事，不要压在心里，否则为夫可要心疼的。夫君。去吧。你当真不记得，赵默笙在来我家的第2天就突发疾病，死掉了吗？死掉了。来来来，西域的葡萄美酒，生制壮牛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呦喂，客官你又来啦！哎，里边请，里面有好酒好菜伺候着，里边请，照顾好了啊！哟，这位客官，一看您就是有口福之人。今天咱们店里特供西域葡萄酒，仅此1天，不要错过哦。客官里头请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要想让咱们店生意兴隆啊，你就得把我给供起来。要给你好吃的，好喝的，对，再给你烧点纸。这就不用了吧？你也不好好看看，那一看就是个女人。早看出来了，这女人有故事啊。看什么看？干活去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想不想混了？这位公子想吃点什么？我倒不想吃什么，请问萨摩多罗先生可在此地？萨摩多罗的18种使用方式，价钱都标在菜单上了。慢走啊！
这位公子找我何事啊？久闻萨摩多罗先生盛名，恳请先生一施援手。你不会是找我查案子的吧？正是。哼，我可是很贵的哦。很公道。那我都菜买了。这个你放心，若能查出真相，在下必定重谢先生。好，我接了。不过你还没有说是什么案子。此处人多口杂，还请先生一步。今日未时，请来西苑亭一趟，个中原委，在下再细细告诉先生。好吧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与夫君来到长安已经15年了，可是前几日经人提起，我才恍惚记得，我的夫君早就已经死了。这几天我的记忆越加清晰，我就越加害怕。这么多年陪在身边的，不可能是死人呢。那你怎么就确定死的就是你丈夫呢？我的夫君赵梦生，多年前高中进士，我与他一同来到长安。不管是容颜体型、日常起居，还是待我，他都与往常一样。而且我又自小与他一同长大，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呢？你说的这个赵梦生，不会是赵侍郎吧？正是。那又或许他当时没死呢？不可能。我记得我是亲眼看见他下葬的，除非他复活过来。可已经入土为安的人，他怎么复活呢？那他会不会有孪生兄弟？我与梦生青梅竹马，赵家的一切我都很了解。赵家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况且凭我对梦生的了解，就算是孪生兄弟，我也一定能分辨得出来。莫非什么？是妖怪所变？哎，妖怪？那我还宁愿相信是易容术呢。易容术？真的有这种法术吗？不是夫人，易容术破绽太大，却不适合长期使用。夫人每日与他共枕同眠，就更不可能了。夫人不必纠结，用此方一试便知。那太好了，多谢先生，真是谢谢先生。谢倒不用，就是这个账我已经和四娘结过了。什么？哎，夫人，您怎么进厨房了？主人交代过，您不能进厨房的，要是烫到哪儿，小人……我来拿点东西。您要找什么？我帮您拿。有没有碱？有。您要这碱有什么用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是，小人多嘴了。这次卖官案件牵涉朝廷上下几十个官员，其中不乏朝廷命官，棘手得很。怎么了？受风寒了吗？没事，这我有些柳絮不服。这宗卖官案事关重大，一定要彻底清查，绝不能姑息。夫人，你回来了，
怎么回事？脸色这样难看。哦，不打紧，可能是初春季节受了些风寒。我正好用温水烫了一条毛巾，你擦把脸吧。还是夫人想的周到啊。啊，我来。夫人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最近好像……是不是因为我忙于公务，忽略了你，心里委屈了吧？你身居要职，忙于政务也是应该的。等这宗卖官案查完，我就好好陪陪你。云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梦生，是我，是你的娘子冷若。胡说！我不会这样古怪。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，否则我杀了你！真的是我。当初你决定世事，我为你缝制的香袋，上面的字“勿忘初心”，是我亲手绣上去的。真的是你，冷若，你怎么会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记得张夫人吗？就是张县令的夫人。我们来长安的路上，暂住过他们家。记得。怎么了？前几日我在街上遇见他，恍惚记起在张府发生的事。什么事啊？我好像记得，你当时大病一场，然后怎么了？然后就死掉了。怎么了？你一定是做噩梦了。不是的，见到他之后，记忆越发真实，让人不得不信。我记得当时借住在张府，我是病得很厉害，你十分担心，还因此连续高烧了3天。所以啊，脑袋可能不太清楚，才把噩梦当成了现实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是这样吗？当然是的，你想多了。难道说，在你面前的我，还能是鬼不成？哪有说自己是鬼的？就是。好了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已经不早了。我明早还要上朝呢。啊。有人吗？
有人吗？哎，我可啥都没看见啊！我刚才敲门没人应，所以我就进来了。您别见怪啊，您别见怪。唉。死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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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会对一个女人下毒手啊？张夫人的丈夫张县令，前几日刚因为卖官案被问斩，我觉得8成是因为张夫人知道些内幕要灭口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必须得查出来。死者是一刀毙命，从血的凝结程度可以推断出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3个时辰前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张夫人是自杀。你怎么知道她是自杀呢？门栓是好的，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不对，张夫人不是自杀。门栓是好的，也可能是张夫人给这个凶手开了门。啊？他傻呀？你傻呀？张夫人怎么会知道来人是要杀她的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这人肯定是她的老相识。不可能，张夫人正因为在长安没有旧识，所以才住的客栈。张夫人也以为她没有相识的人，可是这个认识她的人却主动找上她来了。你们看，张夫人是一个人住，你们再看桌子，这个桌子上虽然只有1个水杯，却有2滩水渍。一个人喝2杯茶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张夫人认识凶手，还亲自款待了他。这个凶手一定是趁张夫人不备的时候一刀杀了他，再把刀放在他手上，假扮成自杀的样子。那你这也太武断了吧？没准大概可能他想晾茶，晾了2杯呢，人家想晾3杯没那手，是吧，老大？应该是他杀。你们看，这应该是止咳药。如果他想要自杀，还买药做什么？小二，昨天晚上有谁来找过张夫人吗？这楼下就是餐馆，楼上就是旅店，这人来人往的，谁也没注意这个呀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之前接了个案子，路上说吧。不可能！孟生与我好友多年，他若是别人假扮的，我一眼便能认出。大哥，你认识赵侍郎才几年？也许在你认识他之前就已经被人调包了呢？那也不可能。孟生一向为人坦荡。切！孟生他多年如一日的对我好，我确实不应该怀疑他。可是我心中的疑虑不解开，我现在看来啊，这个张夫人和张县令死无对证，再没人知道赵梦生是怎么死的了。这样看来，赵侍郎的确是有嫌疑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孟生性情温和，平日里他连鸡鸭都不敢碰。哎，不叫的狗咬起人才凶呢。你说谁是狗呢？嫂夫人，您确信孟生是那个时候死的吗？不是听张夫人说起，您才想起来的吗？孟生的死对我打击很大，高烧了3天。也许是那个时候烧糊涂了，那段记忆被自动抹掉。
最近遇见张夫人，我才渐渐回忆起来。你一定是记错了。冷若记错，张夫人也会跟着错？除非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张夫人设计好的。你们想想，张县令的买官案件是由孟生接手的，买官案涉及的人员众多，有人合谋嫁祸孟生也是有可能的。嫂夫人太单纯了，或者他们早就知道你是孟生的妻子，利用张夫人有恩于你，以此接近你，于是便上演了这出嫁祸的好戏。就算他把一切都设计好了，那赵夫人的记忆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阿志，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孟生是坏人，我也不愿相信。可是，我一直都不记得这道伤痕是怎么造成的。我自小没有受到过半分委屈，实在是想不起会发生什么事情造成如此深的伤痕，除非我那时真的动了轻生的念头。那如果自杀是真的，那赵孟生肯定是死了的呀。我们别在这废话了，去找找赵孟生的坟墓。是人是鬼不去见分晓了吗？你小女孩家的，除了挖坟墓就是找尸体，以后谁还敢要你啊？要你管！我赞成。这，我跟孟生是青梅竹马，从小感情就好。当初孟生去应试，我心里其实是不情愿的，因为大家都说他高中进士后一定会忘了我。可是孟生中进士后不久，他便回来找我了。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长安。真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。直到现在，孟生对我还是体贴备至，所以为了下半辈子能心安，都得查出真相。不管他是人是鬼，总得给孩子一个交代。赵夫人有喜了？那赵侍郎知道吗？刚有的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。来人，四处查看一下。是。孟生的好朋友，当初他说想来长安玩，就跟我们一起来的长安。怎么还有一个人？你们到底几个人同行？3个，我肯定是3个。不会的，我不会为了周叔而轻生的，不会的。冷若，不会的。冷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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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记得周树是怎么死的吗？周树一直跟在孟生身边，我对他也不是十分上心，有时因为怕孟生会误会，我还刻意冷落周树，所以
没太在意周树做什么。看来这里经常有人来祭拜。来都来了，还是验尸的好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荒山野岭的，谁帮你挖坟啊？不会吧？我一人挖呀？那。周树，怎么可能会是周树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夫人，再好好想一想，对周树的死，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我的记忆好像有一段空白，我知道一定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就不要想，可能当初死的就是周树。怎么样，有没有线索？方圆几里都已经找过了，根本没有赵木生的坟墓。吉贝爷，验尸这事儿就不用我了吧？哎，我来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了你说呀，卖什么关子呀？小妹妹，这个习气可不好，学点萨摩身上的优点，别净沾染些坏风气。他有什么优点啊？哼，去你的！没好处啊，没好处你们就别想知道。喏，满意了吗？嫂夫人在，跟我到旁边说。哇，走。冷若说赵梦生是怎么死的？赶上大雨，受了风寒。那这个不是赵梦生啊？为什么？这明显是砒霜中毒而死啊！你是说周树是被人毒死的？废话，难道自己没事儿吃砒霜解闷儿啊？干嘛呢？我可看着呢。别废话，回头请你喝酒。这墓地好奇怪啊！不是说是米商家的少爷吗？怎么会这么寒碜？连我都看不下去。玉佩就不错了，知足吧你。医生，这个我们喝一杯。这个怎么，是咸菜做的不好吃呀？哟，这谁家姑娘这么水灵呀？这一个个的跟点了穴一样，奇了怪了。一个身份没查清，又毒死一个。如果梦生死了，那尸体呢？那如果没死，赵夫人的记忆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呢？我要是能想起来什么就好了，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？你们都被解决了啊！周树坟前有人祭奠，肯定有人知道内情，会是谁呢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不是亲人就是朋友了。梦生的死，他父母知道吗？当时身在异乡，应该写信告诉他父母了。应该。你不知道这件事？梦生死的那3天，我过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
基本上什么也没干，只是病着，哪里还想着这些事情？应该是周树或张夫人代劳了。我想知道，儿子死而复生，他父母可知情？来长安后不久，我的老父亲就过世了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孟生也没再让我回去过。我与赵家也只是书信上的往来。孟生一直忙于公务，很少回家，通常只是差人送些衣帛米面。有时空闲，会独自回老家看望父母一阵子，回来跟我讲讲家乡趣闻。这么说来，孟生应该是故意回避你回家吧？那这也太可疑了吧！明天我们去赵侍郎老家一趟。冷若，你告诉我们地址就好了，毕竟你还怀有身孕。嫂夫人怀有身孕？不信今天就征服不了你们！子苏咋没来？被他老爹叫回去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从刚才就怂在这里。无论怎么样，她都有了这个男人的孩子。如果这个男人不是赵梦生，她会痛苦；如果这个人是赵梦生，那么很明显，他都与周树的死脱不了干系。如果这案子查下去，真相只会让他更加痛苦。哎，什么痛苦不痛苦的，我不懂。他要个真相，你就给他真相不就完了吗？去，哎，这位老伯，哦，我想打听一下，赵梦生家怎么走啊？哦，赵进士家呀，那边，你们去看看两位老人也好，他们会高兴的。赵家虽然出了个进士，无奈是个不孝子，出去之后就再没回来过，只知道寄钱给两位老人，有什么用呢？哎，那这两个我就要了。哎，再没回来过，不是回来过几次吗？走吧。走。嗯，看不出来嘛，原来赵侍郎父母还是爱摆弄花草的人啊。儿子都不回来，还不就只能摆弄摆弄花草？是啊。等一下，我感受到了一股气息。还真是，长安城少有的清新的气息。不对，是新鲜的死亡气息。可以了，走，走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，走。这应该是个职业杀手，我们一定要查出他背后的主使者。你们看这儿，这是我在屋里找到的，这是嫂夫人，这是赵梦生。那这个男人是谁啊？这肯定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周树了。跑了。三炮，你留下，将两位老人好生安葬。啊，又是我，我都快成专业送殡的了。
我可以帮你啊。用不着。好，那你也留下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走了。哎呀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大娘，我啊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。啊，赵家这棵柳树种了多久了？哦，你是问这棵大柳树啊？那可很久了，得有20-30年了吧。孟生刚出生那会儿啊，就种下了。你们是官府的人吧？不是，我们呢是孟生的朋友，就是路过看看他的爹娘。哦，孟生后来真的没再回来过吗？嗨，不孝啊！中进士之前啊，还装得挺孝顺的，谁成想出人头地后，立马就变了。一个他，一个那周树，都是这种东西，怪不得凑在一起呢。冷若也不孝，也不知回乡看看公公婆婆，连封家书都没写过。赵老头啊，真是白疼他们了。您刚才是说周树？是啊，这老周家也就那么一个宝贝儿子，跟着孟生上了长安了，这一去就没回来。莫非周家就在这附近？那过2条街，左拐，第一家大户就是周家。谢谢你啊，大娘。这样看来，冷若的信并没有到孟生父亲手里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的孟生一定是在试图掩盖些什么。怎么回事啊？一脸丧气。刚从礼部回来。又有新案情了。孟生他不打算回去奔丧啊？这可是他父母的。我也问过他，他只说要事缠身，陛下催得紧，实在脱不开身。什么事再重要，也比不过亲爹娘要紧。或许赵侍郎真的有某种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才多年不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这个案子我破了。怎么可能？开玩笑吧？哎，还真别瞧不起人啊。三炮，你说说看。我在集市上听说了一种强力曼陀罗，吃了以后找人做法移魂，给出暗示，就能让对方把做法人说的都当成真的。就是催眠嘛。你是说赵夫人被催眠了？子苏，你当时认为张夫人不是凶手，那是因为你认为张夫人没有办法改变赵夫人的记忆。错，当然有办法，只要吃了这种药，睡了以后，人家做法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也太邪乎了吧？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一切免谈。张夫人的客栈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上哪去找证据？不过非要那么解释也能够解释通。当初我们在客栈搜出了一副止咳药，而其中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材正是曼陀罗。这样就全通了？对，都通了。要不咱去药店再查一查。走吧。走。我也去。怎么不阻止他们？三炮说的也并不是全无道理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不会撒谎，心里藏的事儿全都显在眼睛里了。想学撒谎，我可以教你啊，价格从优，包学包会。再铁的兄弟犯了法，也不能包庇。算了，我也别瞎操心了。反正赚来的钱都被四娘捞去了，我也不必在这里瞎忙活了。人你爱抓不抓？
今天晚上我要亲自提审孟生，你通知双叶堂。前阵子我和你在小径散步，你不停打喷嚏，你对我说是花草柳絮不符。可赵家门前的柳树种了那么多年，如果赵梦生对柳树不服，他爹根本不会种下那些树。如果你真是赵梦生，怎么可能对自家门前的花木不服呢？还有，三炮打听到了一种名为移魂的法术。移魂，也就是深度催眠。嫂夫人的确被移魂过。不过，并不是张夫人，而是周树。周树与赵梦生冷若从小一起长大，恐怕早就倾心于冷若。只可惜冷若只对赵梦生上心，担心赵梦生误会，刻意冷落周树。由于是好友，周树只能把这个心思烂在肚子里。赵梦生考取进士后，周树以云游四海为由，一同奔赴长安，借机在途中毒死了赵梦生。之后，周树托人将冷若移魂，把冷若的记忆修改，让他把周树和赵梦生的身份进行兑换。你是说，梦生是被毒死的，不是偶遇风寒吗？我根本没听过什么移魂术，你们宁愿相信一个江湖传言，也不相信我这个人吗？你知道，我从来不会空口无凭指证一个人。舒儿，舒儿是你吗？舒儿，是我的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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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，舒儿？舒儿，你过得好吗？你都不说回家看看呢，舒儿。你知道爹娘是多么想你呀，舒儿，你说话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爹？爹！舒儿不孝，舒儿不孝，舒儿无时不刻不在挂念着爹娘，但舒儿现在没法回头了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团聚了，现在我们终于团聚了。那日在州府，多亏令尊的一句话，才得以让真相浮出水面。你看一下，这里边可有周树啊？哎，这就是我的舒儿。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我便觉得有些奇怪。这幅画上冷若坐在最左边，按常理，冷若与孟生两小无猜，孟生应该坐在他旁边，可事实却是周树坐在他的旁边。你们不觉得很可疑吗？我们都知道周树是周家公子，穿戴定比孟生好上几倍，而画上的孟生腰间玉佩，反而比周树的还要大，还要气派。这只能说明中间的这位根本不是周树，而是孟生。你因为担心露出破绽，不敢回乡，只能通过寄钱的方式弥补心中的愧疚，让死去的好友担着不孝的罪名，恐怕你也并不好过吧？你还不惜把孟生的墓碑换成自己的名字，再也不踏进家门，凭着对赵孟生的熟悉，模仿他的一切，让真正的自己死掉。你本以为远离家乡就能瞒天过海，却不料张夫人恰巧来到长安，揭穿了这一切。
舒儿啊，你这又是何必呀？怪只怪我一时鬼迷心窍。我们仨自小相熟，可在冷若眼里，我永远都比不上赵梦生。没想到，一个偶遇的江湖道士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他告诉我有一种移魂术能修改记忆，让我变成冷若心爱的人，这对我太有诱惑力了。于是我杀了赵梦生，娶了冷若，还替梦生做了官。我本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可心中的愧疚让我夜夜难寐。我只能不停地提醒自己，赵梦生能做到的，我会比他做得好10倍。我努力做好本职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对冷若无微不至。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赎罪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我每一天都在经受煎熬，我没办法回乡探望爹娘，哪怕远远看1、2眼，也要谨慎再谨慎。我更对不起赵伯父、赵伯母，对不起我爹我娘，对不起梦生，我更对不起冷若啊！那你为何要对梦生的父母下杀手？我知道，我罪大恶极，但我还没可恶到那个程度。不过，他们的死确实跟我有关系。其实，这不过是一场交易，我们各取所需罢了。他们需要我当官，在为官期间帮他们。舒儿，梦生。舒儿，快叫大夫！是，快搜查凶犯！是，都回避。舒儿，梦生，梦生。父亲，冷若，我不是你的父亲。赵梦生在世，我好后悔。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，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真傻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我刻意回避你，是因为我对你有好感的。我故意忽略你不理你，是不想伤害梦生。那是梦生啊，我们一起长大的梦生啊！你怎么可以为了我你怎么下得了手？你得活下去，我要你活下去，我和你一起赎罪。夫君，我求求你活下去好不好？你不要把我和孩子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求求你活下去好不好？
终于可以作为周叔跟你说话了。你和灵儿一定要活下去，答应我，答应我。夫君，夫君。夫君。